秦范范，啥？什么叫唢呐和锣鼓的结合？这玩意能结合？你等结束后你自己回去看留影视吧。段誉语气飘忽，刚才那2个孩子掏出来了锣鼓和一个唢呐，刚才那动静，我估摸着整个秘境亲传都听到了。司妙言再冷静，也顶不住这2人一敲一吹的合奏啊，音调一乱，当即被2人抓到了机会，破了云雀的阵。秦范范下意识坐了回来，听到这番话，眼睛又瞪圆了，他带这些东西干嘛？段誉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鬼知道这些孩子戒子袋都装了什么？锣鼓和唢呐竟然都有。不过想到岳青宗那伙人还装了内裤，段誉也就释然了。他发现这一届的亲传多少都沾点毛病，习惯就好。秦范范没有感受过被摧残的滋味，但对他来讲，2个弟子都活着那是好事情啊。他立马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叶鞘那孩子行啊，秦范范敢肯定，但凡今天和明玄分在一起的不是叶鞘，那明玄绝对只有被淘汰的份儿。像叶鞘这种类型的弟子浪又浪得很，但大比的时候还真从没掉过链子，简直让人又爱又恨的。而破阵而出后的局面就是2对2了。司妙言深吸一口气，将树敌收了起来。靠，下次入秘境，他一定带耳塞进来。这2个人刚才一唱一和，简直打破了他长久以来的常规认知。司妙言决定和他们正面刚，反正明玄必须要淘汰，他和云雀都在金丹期，对付2个筑基，轻而易举。叶鞘估算了下2方的战斗力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然……下一秒，他话语急转直下，跑！长明宗的亲传都是群跑路高手，一眨眼功夫，2人窜出去了2里地。司妙言都傻眼了片刻，明玄被他拽着跑得飞快，他愣了愣，我们就这么不战而退，逃跑了？什么叫逃跑？叶鞘纠正他错误的语法，我们这叫撤退。第一天，长明宗排名难得没有拉开太多，明玄和叶鞘2人配合的不错，再加上2个伏修神识都宽得很，遇到危险打不过也能逃跑，一时间跟泥鳅似的，抓都抓不到。秦淮看着不断更替的排名，逐渐也有些心急了。目前为止的排名是岳青宗第1，长明宗第2，问剑宗第3。要合作吗？翟晨主动找上来开口道，你们需要伏修，而我们需要除掉明玄。显然长明宗威胁到他们第1的位置了。翟晨不懂，他以前也没见明玄这么厉害呀，对方是怎么做到在上古秘境里一个阵法不才直逼第1的？到时候我们岳青宗第1，你们乘风宗第2，怎么样？秦淮换做以前绝不可能同意这种交易，万年老2他们乘风宗早就当够了，可照现在的趋势来看，不和岳青宗合作，可能这场倒数就是他们了。好，权衡片刻后，秦淮答应了下来。观众对此表示期待，明玄是怎么做到的哇？凭一己之力让这么多宗门想除掉他，树大招风呗，快第1了呀！头一次看到长明宗排名这么高，似乎自打那个小师妹入门后，长明宗倒数的局面都变得逆转了。但现在也才第1天，太早下定论容易被打脸，因此谁也不敢说太满。叶鞘和明玄2人拉了全部仇恨值，在秘境几乎是被所有人追着到处跑。明玄忍不住小声吐槽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群人一个个都觉得我天赋异禀，仇恨全拉我身上了，谁都不知道他们宗其实有2个伏修，那些人都理所当然的以为是明玄凭靠着对阵法高深的理解，一路让排名高歌猛进的。叶鞘辛苦你了，等你被淘汰，我会带领咱们宗走上胜利的。明玄，我谢谢你哦。话音刚落，一道蛮横的剑气横空劈了过来，2人快速躲闪看，被秦淮和翟晨堵了个正着，受死吧！秦淮拎起剑朝着明玄飞身而去，叶鞘反应远没有他快，直接将玄剑抛了出去，顷刻间与剑气相撞，在空中断裂。好凶的剑招，叶鞘用了这么久都有感情了，冷不丁被人弄断，他肉疼半天，回去让师傅再给我一个。场外的秦范范都气乐了，给，别说1个剑，他只要能拿第1，10个玄剑也给。嘟囔完，叶鞘不正经的神色也敛了敛。秦淮剑招接连不断，对方速度比自己快许多，不止快，剑气所至掠过寒意，仿佛与手中剑融为一体。比起自己的吃力，他倒显得有些游刃有余。境界的压制不是开玩笑的，更何况比起那些7、8岁就会怎么用剑的亲传，叶鞘这个才学了半年的后来者明显不够看。翟晨趁着叶鞘和秦淮对上的时候，他也朝着明玄追了过去，显然2人的目标都是要淘汰掉明玄，只要叶鞘撑住，别人秦淮腾出手对付明玄，这种情况下，明玄可以1换1，到底是8大家出身，即使差了一个境界，明玄只靠符箓和心法加持下，也能和翟晨打个平手。只要叶鞘能拖住秦淮，单让一个筑基前期去拖一个金丹期的，怎么看都不太可能。叶鞘擅长躲闪，可在绝对境界的压制下，也有些力不从心，一连被打中2下，喉中都泛着血腥气。他没什么表情的站了起来，脑海中迅速分析着秦淮出招顺序。这种情况下，一味的躲闪根本没有用。段誉神色紧绷了起来，他是指导叶鞘最久的，这孩子上课似乎永远都是一副学不会就逃跑的模样，让人恨铁不成钢。但如果将他逼到极限，也难缠得很。段誉记得前不久刺激到他的，还是当时练习到一半要开饭了，他原本都躺平认自己揍了，结果下一秒还是麻溜溜爬起来了，得刺激一下他，让他有点斗志才行。明玄看着叶鞘节节败退的模样，也急得要命，但他腾不出手，一旦想赶去帮忙，立马就被翟晨给截住。他扯唇冷笑，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还担心叶鞘呢。明玄扭头和翟晨对上目光，突然他想到什么，大声喊道：叶鞘，100万，100万！他疯狂暗示，为了我们的100万。观众懵逼，100万是什么？很快他们发现，原本面对还有些不敌的叶鞘，听到这番话眼神变了，他竟然没有再选择一味躲闪，回旋踢踹到他左肩，把人踹离安全范围。秦淮也没想到他突然变了路数，之前不是还一直在跑吗？叶鞘顺手摸起腰间夺笋，普普通通的棍子带着摧枯拉朽之势，擦着秦淮手中的剑而过，剑影击中万处，秦淮差点没拿稳剑。长明宗剑法以快为主，
踏清风和清风诀又被叶乔配合得很好，秦淮心微微一沉，同样发现了叶乔的难缠，尤其在对方正面打的情况下，他竟然还真没办法迅速解决他。另一边的战斗也在白热化，两人阵法互换，距离拉近的时间几乎是同时勾住对方戒指带，摸到了彼此身份牌，只要捏碎，那就是同归于尽的结局。明玄保持着漫不经心的笑容，要不你把我的身份牌给我，我也给你。翟晨，好啊，你先给我。话音刚落，两人不约而同捏碎彼此身份牌。明玄叹了口气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？你太让我伤心了。翟晨说的跟你没捏一样。尘埃落定后，都提着口气的众人纷纷瘫坐下来。秦范范道：叶鞘那孩子也尽力了，能拖住秦淮这么久，挺厉害的了。两个人联手硬要将明玄淘汰，叶鞘根本拦不住。赵长老缓缓吐出口浊气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，唯一的伏修都没了，还玩什么呢？与秦范范他们死气沉沉的心情不同，明玄难得感到轻松极了。淘汰好啊，淘汰了他就开始摆烂了。在收到明玄和翟晨同时出局的消息时，穆仲熙神色不变。没事，反正还有小师妹。巧的是，须臾也是这样想的。周行云看着一个比一个淡定的师弟们，也冷静了。行吧，你们不急，那我也不急了。于是四人看着一个比一个淡定，仿佛明玄的出局对他们造不成任何影响一样。好冷静哦。他们是有什么底牌吗？看着吧，等会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失去一个伏修，后面怎么在秘境里面走都是个问题。隔壁问剑宗没有伏修的代价就是一步一个阵法，一天时间什么事情也没干，天天被困阵法里面，那遭遇堪称惨无人道。明玄从秘境出来后，一把推开试图往自己身上扑的小姑娘们，在被问到什么心情时，他悠悠然，没什么特别的心情。真要说的话，虽然我的身体不能陪着他们在秘境里战斗了，明玄一本正经，但我们灵魂和他们同在。别以为你说的义正言辞，我们就没看出来你一脸轻松的模样，眼睁睁看着二师兄被淘汰。叶鞘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有明晃晃的羡慕。要不是就剩下自己一个伏修了，他也挺想去淘汰席摸鱼的。叶清寒看到按下来的两个名字，蹙了蹙眉。第一天就出局2个伏修，这群人都挺能闹腾的，不像他们问剑宗，到现在还被困阵法里面出不来，得找个伏修合作，不然这样下去，别说第一，前3都保不住。小师妹手里持剑，语气冷静。叶清寒抿了抿唇，声音微冷。明玄都出局了，岳清宗如果想拿第一，不可能和他们合作，毕竟问剑宗对他们而言也是个威胁。小师妹语气也烦躁了起来，那些伏修也是瞎了眼，全往岳清宗凑，其他宗的亲传资源差哪儿了吗？叶清寒情绪也消沉了下来，但不知为何，他脑海中模糊的闪过了之前在大秘境时叶鞘甩符箓的模样，或许有什么人被他给遗漏了，低估你了。秦淮同样缓缓开口，他在收到翟晨出局的消息时就意识到自己被叶鞘缠住的时间太久了，明明一个筑基，在他的计划中应该很快就能解决的。确实，叶鞘没有半点被夸奖的受宠若惊，他一脸泰然自若。大比上的天才，一个是我大师兄，一个是叶清寒，而还有一个被低估的天才，那就是我。场外长老们直翻白眼，吹吧你就都这种时候了，还不忘骚两句，是他们低估了叶鞘的脸皮。秦淮嘴角一冷，等你从我手里逃出去再说这种话也不迟。叶鞘是沾点什么倒霉运气在身上的，似乎觉得他被秦淮追着打还不够惨一样。段横刀和沈紫薇也在同一时间赶了过来，1、2、3，他数了数，一共3个人。乘风宗3个亲传全到了。叶鞘，你们3个围殴我一个，不觉得不道德吗？秦淮不可思议，跟你需要讲道德？他才是最没有道德的那一个吧。说话间，叶鞘连续被风刀打中，他稳住身子，伸出手摸了摸戒子带。一开始他没打算用这些东西的，他怕到时候场面不受控会影响到明玄，但现在明玄都走了，叶鞘自然没什么可顾虑的了。戒子带里面有地雷，还有修真版的手枪中间被他装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符箓，于是叶鞘在所有人的目光下也缓缓掏出来一个形状怪异的法器，是法器吧？不止修士们没见过，就连乘风宗宗主也没见过这玩意。他一脸懵逼看向秦范范，这是什么？秦范范，这我哪知道？他一直都是放养的，对叶乔了解没多少，只知道几个亲传都喜欢和他鬼混，没事就翘课下山。至于私底下他们在鼓捣些什么，秦范范是真的一脸懵逼。叶鞘露出抹迷之微笑，拿起手里的枪，慢悠悠对准了乘风宗众人，来看看是你们的剑快，还是我发射符箓的速度快？他对准3人就是一顿扫射，全程无差别攻击。见此，秦淮手里剑转动，打飞了他扫射而来的符箓，好快！段横刀心中一惊，叶乔里面装了哈哈符、爬行符、蘑菇符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，就看谁倒霉会被他射中了。他一顿扫射下，秦淮第一个中招了，他蹙了蹙眉，没感觉到什么杀伤力，可下一秒便不受控制笑了起来。叶鞘也笑了，拔腿就跑，哈哈哈！别跑！秦淮一边疯狂大笑，一边气疯了，拎着剑势必要淘汰叶鞘这个变数。天生人在笑到停不下来的时候是很容易影响发挥的，他那笑声像是那个变态在强迫失足少女一样，惹得场外修士看得不忍直视。咱能别笑了吗？停不下来吧？我说明玄这么损的吗？来之前还给他师妹这种符箓，让开！沈紫薇见状急得想去追人，却被段横刀一把抱住了大腿。他被打中的符有点类似于幻象符，看到什么就会把什么当成自己心底最渴望的东西。段横刀兴奋地抓住他，伸出手去扯沈紫薇裤子，嘿嘿，灵气，好大的灵气！这让沈紫薇一脸扭曲，为了捍卫自己尊严，不得不放弃了追捕叶鞘。如果可以，他真想给这智障2巴掌，去他妈的宗门情谊！我和你这群傻逼没有情谊！这宛如亲传们的人间失智现场，让其他长老都忍不住别过头。估计这场结束后，整个修真界都知道亲传们集体犯病的场面了。秦淮对他穷追不舍，势如雷霆的剑招砍断不远处枯木。叶乔依旧是毫发无损，他还有闲心扭头查看战局。在
在确认水够浑后，一溜烟踩着夺笋跑路，没有明玄要保护，他一个人自在的要命。叶鞘手里的这种符虽然不致命，但恶心人啊！而且叶鞘的暗器射出来的符箓速度又快，数量又多，除了沈紫薇眼疾手快筑起个防护罩，其他几人躲闪间全中招了。我只能说这群亲传真的不够团结，但凡段横刀早点拿出防御法器，也不至于被搞成这个局面。亲传之间不对付很正常好吧，所以才有团队战让他们相互磨合的。但凡秦淮能警惕点，也不至于被贴到好吗？而且你们乘风宗这么多奇修，没一个人看出来了他手里是什么吗？别说，还真没人看出来那是什么东西。淘汰席的翟晨终于忍不住了，你没事画这么变态的符干嘛？风评被害的明玄沉默了下，我说那不是我画的，你信吗？面对乘风宗的穷追不舍，叶鞘一边回头给他一梭子，秦淮不仅要追上他的速度，还要躲避层出不穷的符箓，他快疯了。这个叶鞘到底有多少符？明玄是干弟吗？特么天天不睡觉画这种歪门邪道的玩意儿。叶鞘手里的这种符箓市面上并不是没有相关的符书，但在其他符修眼里，这种符都属于不入流的玩意儿，既浪费时间又耗费神识，还没什么杀伤力。哪曾想有朝一日，竟然会有人将这种符箓带到了赛场里，关键效果还不错，起码给了叶鞘很好的逃脱时间。哈哈哈哈！秦淮面容扭曲，咬牙切齿拦住他，他绝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叶鞘去和长明宗的人会合。秦淮刚说完，发现两个弃修师弟都没什么动静，他扭头就看到沈紫薇在紧紧拽着裤腰带，捍卫尊严呢。大师兄，他疯了！沈紫薇欲哭无泪，甩了甩腿，被段横刀抱得死死的。秦淮在仰头疯狂笑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恢复正常后，伸出手直接撕掉段横刀身后的符箓。面对终于恢复正常的两人，沈紫薇才算是松了口气，颤巍巍拎紧自己裤子，说起正事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现在的排名是乐清宗第一，长明宗第二，乘风宗第三，而问剑宗估计还不知道在哪个阵法里困着呢。这一趟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起码明玄淘汰了。那个叶鞘，他顿了顿，抓不住就先不管他。长明宗的人都像是滑不留手的泥鳅，和他们没有浪费时间的必要。反正明玄没了，长明宗也不足为惧。我们这次的重点是乐清宗，明玄淘汰了，叶鞘终于没人追了，他彻底可以放开了浪了。叶鞘完全不把上古战场当人，那恍若无人之境的姿态，把场外长老看得一愣一愣。这丫头运气这么好，避开这么多阵法。秦范范立马解释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话是这么说，怎么问剑宗这么倒霉呢？同样是剑修，结果被困了整整2天时间，把叶清寒逼得差点冲去乐清宗，绑个符修回来给他们带路了。秦范范也陷入了片刻沉默。是啊，这运气好的过头了吧？叶鞘对上古战场熟悉，还是得益于玉管事的鞭打。他每次下山回来，不是抄丹书，就是抄符书。关于上古时期阵法衍生而来的数不胜数，背都会背了，又怎么可能还会踩到？秘境得第2天，叶鞘总算找到了其他3个师兄会合。他找到他们3个的时候，发现3个师兄都在阵法里面摆烂，一个躺着睡觉，一个趴着数蚂蚁，另一个也不见得多正常，正搁哪儿挖土呢？叶鞘见状，直接迈步走了进去，踹了穆仲熙2脚。醒醒，阵法允许人通过，但想出去就难了。一脚被踹醒的穆仲熙揉了揉眼，惊讶：哎，你活着回来了。在这场秘境里面，谁和符修在一起，谁倒霉。在明玄淘汰后，穆仲熙都做好2个符修一起没了的准备了。话说明玄怎么没的？遇到秦淮他们了。叶鞘老实回答。最后他和翟晨一换一了。穆仲熙感叹：哦，没想到他还有点用处，带走了个符修。场外有长老分析道，能和金丹期的翟晨同归于尽，明玄实力也挺厉害的。如果今年长明宗2人都是金丹的话，真的能和其他2宗争一争第一。可惜了。叶鞘看着3个不在状态的师兄们，他从戒子袋掏出来了唢呐，友好询问：需要给你们醒醒什么？他说着吹了一声，吓得周行云呆毛差点竖起来。正在挖土的薛鱼一个机灵，有气无力抬头，自己人，别吹。穆仲熙更是直接跳了起来，靠，好啊，合着在秘境里敲锣打鼓，还一边吹唢呐的变态是你和明玄。他就说呢，是谁这么有毛病？合着是叶鞘和明玄，那就解释得通了。穆仲熙一只手指着叶鞘，叶鞘当即拍开他的手，什么叫变态？我这叫合理运用应有资源。那个司妙言会乐器，叶鞘道，小心点他。不过短时间内相信司妙言不想往自己这里凑了，所以你就拿唢呐对付阴功。穆仲熙几乎能想象到司妙言崩溃的表情了，他摸了摸下巴，我戒子袋也还有锣鼓呢，明玄给的扩音符也有，到时候我们5个对着他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叶鞘，下次试试。薛鱼翻了翻自己戒子袋，你们戒子袋都装了什么呀？唢呐和锣鼓都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秘境里面成亲呢。穆仲熙盘坐在地上，我有带的大饼，你们吃不？不吃。薛鱼道，我带了包子。不是，他们长明宗这几个亲传把秘境当什么了？旅游的，痛心疾首。薛家家主知道他们尊贵的嫡系少爷变成了这样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你看淘汰席的明玄就知道，全歪了。在2个不靠谱的师兄说话间，叶鞘也从戒子袋拿出来了破阵符，往上面一贴，本就薄弱的阵法这会彻底碎开了。现在他们长明宗排在第2，努力的话，这场第1也并非没有希望。他把前半场的仇恨值全拉到明玄身上了。明玄淘汰后，基本上不会有宗门会将他们长明宗放眼里，都无比自信，觉得淘汰掉明玄就万无一失了。如今趁着其他宗的几个亲传没反应过来，叶鞘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多杀几个妖兽，就能离第1更进一步。明玄给你们的破阵符全用完了。叶鞘问。穆仲熙悠悠指着周行云，你问大师兄啊，他运气太差了，一直把我们往阵法里面带，这是我们踩到的第30个阵法了，破阵符也用完了，眼看出不去，3人直接摆烂了，倒数就倒数吧，输死他们长明宗得了。叶鞘听得嘴角也抽了抽，放在游戏里面，周行云绝对属于倒霉到离谱的飞球，解救了3个怨种师兄，4人一起研究了半天地图，最后叶鞘一锤敲定。
他来带路，路上有遇到的难缠妖兽，也被叶鞘和穆仲熙一起动手杀了。他一直没个趁手的剑，之前用的玄剑还断了，只能把夺笋当剑使了。叶鞘看着密密麻麻的小蛇，头皮发麻了一瞬，凛冽的剑气划过，将青绿色蛇斩成了2段。结果被砍断的藤蔓蛇蹦跶得更欢了，吐着蛇信子就朝他靠近。他没有迟疑，燃起张玉火符丢了下去，试试看能不能全部烧死。结果蛇更凶了，蹦起来试图咬他，被叶鞘毫不留情一剑打飞。没用啦，叶鞘。穆仲熙踩在剑上，摸了摸胳膊，觉得怪瘆人的。我听说这种蛇要切得碎一点，它才不会继续活蹦乱跳。叶鞘闻言蹙了蹙眉，收了夺笋，从戒子袋掏出来了个妖兽尸体，这是他路上杀的，因为可以拿出去跟气修换灵时，便装在了里面。叶鞘在夺笋上挂了个绳子，用来捆住妖兽尸体，随后找了个高一点的位置，将妖兽尸体往蛇群里面抛了下去。一瞬间，蛇群全部汇集到了一处，争先恐后的往妖兽上啃食。在他们聚集到一起的瞬间，叶鞘用禁锢符将他们全部困在一起，果断开口动手。穆仲熙2道剑诀砍了下去，触碰到藤蔓蛇身体的瞬间断裂，眼看还要继续分裂，叶鞘也紧跟而至，飞身往妖兽堆里冲，剁碎一点，不然杀不干净。这种妖兽好杀，就是难缠了点，但挺适合用来练习剑诀的。叶鞘最近一直在尝试清风诀的第2式，因此每次遇到妖兽都没把他们一次性玩死，而是先留着练手。薛瑜把练好的丹药分给师弟师妹，让他们补充一下灵气。望向在场唯一的闲人，大师兄，你帮帮忙呗。宗门里就叶鞘和穆仲熙年纪最小，一个15，一个16，结果就他们俩跟勤劳的小蜜蜂一样，天天累死累活的。薛瑜就差没直说，这样啃老，你好意思吗？周行云疑惑，他们杀的不挺好的？师弟师妹配合得很好，显然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他指了指底下妖兽，而且也没危险，给他们练手正合适。清风诀第2式到现在2人笨蛋到现在都没学会。周行云看了都直摇头，他看出来了，小师妹是想学第2式，时不时也会开口指点2下，只可惜数目太少，眼看叶鞘要捕捉出点什么，那边的藤蔓蛇已经全部被消灭干净了。叶鞘灵气一扫而空，动了动酸疼的手腕，和穆仲熙一起坐在了地上，看着2个累死累活背靠在一起的师弟师妹。周行云难得良心发现，将地上妖兽尸体给他们拖了过来，从高到矮一个个摆好，形成了个 WiFi。周行云满意点了点头，一排妖兽下来，知道的以为是在猎杀妖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搞拍卖。叶鞘见状，嘴角抽了抽，这大概是大师兄为数不多的关爱。他往嘴里塞了几颗补灵丹，擦了擦手心的汗，我们走吧，去下一个地方。薛瑜嗯了一声，盯着玉简上的排名，照这样下去的话，和月清宗对上是迟早的事情。他们2宗排名追得都挺紧，或许是明玄和叶鞘配合得太好了，导致所有人都认为长明宗之所以排名这么高，全是明玄的功劳。这会儿明玄没了，其他几个亲传也不打算再管他们了。只要顺利的话，他们长明宗还真有可能靠着猥琐发育，拿到这场秘境的第1。4人一起结伴而行，结果走着走着，叶鞘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穆仲熙被困到了个不知名的阵法当中，他整个人被拖拽着往里面吞没。他下意识抓住薛瑜，薛瑜已经被这些层出不穷的阵法弄烦了。他道：“你自己踩到的，别拉我，你安息吧。”说完，薛瑜已经跃跃欲试，从戒子袋拿出来了个丹药，想将穆仲熙给放倒在地上。穆仲熙立马去扯周行云衣服，大师兄。周行云更无情，他拿了个刀子隔断衣袍，随后看着整整齐齐的缺口，周行云满意极了。叶鞘，他差点一拳给这3个不靠谱的亲传一下，是自己误会明玄了。明明2师兄挺正常的一人啊。叶鞘这会儿破阵符也没几个了，他拉住穆仲熙，发现拉不出来，直接迈开步子，打量着阵法周围一圈，脑海中回忆了遍月清宗阵法书上的记载。叶鞘决定从外部逐一击破，剑锋挥到内壁时有什么东西反弹了回来，他加大挥剑的力道，基本上知道阵眼在哪儿了。这阵法和月清宗的有点像，应该是某个月清宗弟子遗留下来的。叶鞘在干嘛呀？破阵。破阵基本上要从内部破，但看穆仲熙的反应，进了阵法基本上连挥剑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叶鞘是打算从外部破阵。从外部的难度比内部高了不止1个等级，而且那可是月清宗的阵。周行云也道：“我去把宋寒生绑过来。”叶鞘不用，他学过月清宗阵法，这还得亏宋寒生的大方。月清宗的那门符箓书说给他看就给他看，半点不带犹豫的。话音刚落，伴随着阵法的破裂声，一圈金色光芒将他弹开。穆仲熙终于出来了，破了。大胆！见此一幕，场外的月清宗长老当场惊得站了起来。他竟敢偷学我们月清宗阵法，这个阵法从内部破还能说他运气好，可从外部破，说他没学过阵法他都不信。秦范范眼睛也睁大了，哈，他这完完全全是惊诧的语气，但落到其他几人耳朵里，分明就是嘲讽和得意。秦范范看着那几个老匹夫不可置信的脸，表面稳如老狗，内心慌的一批，用同样大的声音吼了回去：“什么叫你们月清宗的阵法用出来不就是让人学的吗？不是，你们俩。”重点是这个吗？重点是这他妈竟然是个伏修。乘风宗宗主眯了眯眼，心都沉了下来，竟然真的藏了个伏修。他就说为什么长明宗这些人一点都不着急，合着是有备而来。原来这就是你们长明宗的底牌，一个伏修，一个剑伏双修。几个长老都是万万没想到，长明宗这群人竟然这么能憋得住。这么久一点官有弟子能做到2道双修的风声没有？允许你们藏一手，不允许我们宗多个天才吗？秦范范立马腰杆挺直了，嘴角飞扬，用同样的语气得意洋洋回了句：“我们这叫战略。”他一瞬间把叶鞘喜欢翘课、天天睡觉、吊儿郎当这些小毛病给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这有什么的？可能他是累了呀。剑伏双修时还很容易感到疲惫，叶鞘那叫偷懒吗？他只是累了。秦范范在这一刻所有理由都帮他亲爱的弟子找好了，你们都早就知道这件事了。
赵长老全程懵逼，看着自家宗主一副全在他掌握中的表情，戳了戳旁边的段誉。叶鞘那丫头竟然是剑符双修，之前乘风宗那个老头天天问自己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，赵长老当时觉得那老头是不怀好意，合着原来那天都看出了点苗头，过来试探自己来了。段誉，他要是知道还会天天吊打叶鞘吗？符修和丹修在修真界都挺少的，他们长明宗这么多年就等来了明玄和薛于，肯定是要护着点的，因此训练课上频频被挨打的只有慕仲熙和叶鞘。不过段誉心虚的想，叶鞘那孩子皮糙肉厚，应该没事的。叶鞘用的就是月清宗起手式，他也不怕被看出来。阵法破碎后，一把将四师兄扯了过来，接下来都别乱猜，跟着我走就行。阵法千变万化，由100年前各宗衍生而来，有些阵法叶鞘见都没见过，外界的修士们也炸开锅了。这叶鞘什么来头？福剑双修，这么多年长明宗深藏不露啊！叶鞘能以筑基修为，平平无奇的灵根当上亲传，所有人都以为长明宗是破罐子破摔了，没想到这小师妹是真有本事在里面的。有问剑宗粉丝见状按捺不住，那我去看看长明宗那边的情况了。兄弟们，若我一去不回，你们记得跟上，剑符双修啊，修真界头一个，谁会不想看得新鲜呢？肤浅，有修士痛斥，不像我去看长明宗，不是因为他能2道双修，主要是想看看他还能怎么了。对外界掀起的轩然大波，无知无觉的叶鞘还在聊天。你们路上遇到宋寒生没？他把宋寒生调的地方还挺显眼的，应该都围观了一下吧？慕仲熙兴奋极了，遇到了。我用留影石记录下来了，下次去论坛上看看有没有人收。我用了6块留影石，可以以10块上品灵石的价格卖出去，人家都有留影石，可以在外面自己录下来。为什么要买你的？以己夺人。叶鞘觉得应该没人会当这个怨种吧，哪成想慕仲熙振振有词，我这个是第一视角，近距离靠近宋寒生拍的。他们在场外用留影石看，和我手里的这个能一样吗？有道理。叶鞘道，赚到灵石记得分我一半。凭什么？叶鞘指了指自己，是我让段衡刀绑的，没有我你能拍到吗？慕仲熙勉勉强强开口，好吧，那到时候你4我6。2人简单的低头分赃完毕，拿着地图一前一后带路。周行云在得知宋寒生是被叶鞘联合乘风宗亲传绑的，他微微哽住片刻，觉得这会儿叶鞘就算将秘境弄崩，他都不会惊讶了。真的，碧水宗和月清宗合作了。薛于凑过来和他分享得到的消息，乘风宗目前没有要和任何宗门合作的意向，那就只剩下问剑宗了。现在问剑宗排第4，这可能是他们大比以来第一次排名这么低了。叶鞘思考片刻，那就和问剑宗合作，正好芥子带还有点符箓，可以用来和他们谈谈联手的问题。薛于摸了摸胳膊，直觉他又要搞事情了。叶清寒从阵法中出来后，看到第4的排名，他脸都黑成了锅底。再次清晰认识到了符修的重要性。面对长明宗主动找上门来说要合作，他破天荒没有拒绝，而是问：你有什么资本能让和我们合作？我有2师兄给的符箓，你们挺缺破阵符的吧？为了证实自己没有撒谎，叶鞘利落将自己画的符箓拿了出来，晃了晃给叶清寒看。2人隔着一段距离，叶清寒眯了眯眼，按耐住想抢到手里的冲动，问：你想做什么？我们来合作吧。他朝他走近一步，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长明宗第2，接下来先干月清宗怎么样？我有破阵符，你们被困我能帮你们。长明宗如果想拿第1，肯定是要先解决月清宗这个麻烦。叶清寒定定看着他，见叶鞘目光不躲不闪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。少年沉吟片刻，最终松了口，可以，我们第2，你们第1。这话当然是骗他的，他们问剑宗从来只当第1，但先稳住叶鞘，毕竟他有明玄给的符箓，现在不引起冲突，等他符箓用的差不多了，叶清寒再解决他们。卸磨杀驴谁不会？巧的是，叶鞘也是这样想的。各怀鬼胎的2人短暂交流了片刻，勉强达成了共识，先解决月清宗。叶鞘仗着大师兄在，叶清寒也不敢偷袭，走在了2队人的前面。楚行之对于合作是最不满意的那个，他一路上哼哼唧唧。看到叶鞘就哼一声，扭头看到慕仲熙又哼了一声。薛于，你是猪吗？楚行之，两宗相遇免不了点摩擦。楚行之向来又喜欢仰着鼻孔看人，导致合作到一半都差点打起来。慕仲熙将手放到朝夕剑上，我要一剑劈死这个装逼的。薛于，冷静点。刚说完，楚行之回头，语气恶劣，愣着干嘛？你们2个废物在嘀咕什么呢？薛于微笑，好了，我这就去毒死他。这下换慕仲熙拦住他了，冷静啊，薛于。场面很热闹，而且在叶鞘的忽悠下，没有一个对符修有了解的剑修们，全都相信了他是靠着明玄给的符箓，才带领着他们2宗人避开所有阵法的。叶清寒都不禁嘀咕，明玄都死了，实力竟然还这么恐怖如斯，难不成这就是8大家出身的符修不同之处？听着叶鞘一路吹嘘，说能走到现在平安无事全靠自己的符箓，关键那群人还都信以为真了。明玄彻底妈了，我可谢谢你们这么看得起我呀。2队人一路往地图的标注位置走，全部赶在月清宗之前抢先一步杀掉这里的妖兽，脱了叶鞘的符。问剑宗一伙人难得没有踩到阵法，这让叶清寒更加坚信了明玄的强大。距离目的地越近，天上逐渐下起来了细雨，带有一定腐蚀性的雨水落在手上，有种灼热的感。叶鞘摸了摸，他之前见到过这种雨，没想到今天又给碰见了。叶清寒蹙了蹙眉，你们谁有防御型的法器？没有。小师妹回答得很干净利落，穷，乘风宗那群黑心汽修开出的价太贵了，法器是不可能买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买。叶鞘闻言给出了真挚的建议，不如你们顶个盆和锅试试。他倒是能布阵，但这种法子不仅累，还会暴露自己。你从哪里弄出来的？薛于掂量下他手里的锅，还挺轻，食堂借来的。之前他是想拿来炼丹，但那些丹药不是长得有碍市容吗？再加上有3师兄这个丹修用不着他，这个锅面前就一直闲置了，等有空的时候再炼。我还有3个盘，你们要吗？当即3个师兄毫不犹豫，要。
叶鞘自己一个人顶着锅，其他3个师兄一人一个盆顶在脑门上，把场外修士看呆了。叶鞘这次进秘境，除了正经的东西没带，其他还真都带来了。旁边的问剑宗都惊呆了。叶清寒使劲眨了眨眼，确保这一幕不是自己的幻觉后，他目光迟疑地看了看他手里的大锅，有些放不下面子。这种太丑了，但不得不说，好像挺好用的。叶清寒欲言又止看了半天，最终面无表情看着他问：“你还有锅吗？”叶鞘头也不回：“没了。”他又不搞批发。叶清寒见状，只能闭嘴，靠着体术在雨中前行。比起问剑宗这般的凄风苦雨，长明宗就轻松多了，3人还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天，没有半点紧张感。岳清宗也在撑着阵法网丰受巢穴感。场外的几个内门长老见状，心底泛起嘀咕：说实在的，这一路耗费灵力的效果，就还不如学习叶鞘头上顶个锅呢。遇到腐蚀性雨水，普通油纸伞挡不住，但锅可以呀。雨水噼里啪啦落到4人头顶上，怪有节奏感的。距离丰收位置越近，越能感受到周围风沙的强劲。等到雨水渐渐停了下来，叶鞘把锅收好后，2队人站成一排。岳清宗的人快到了，叶清寒眯了眯眼：我去解决他们宗的剑修。他望向周行云：你和我一起的话，速度更快一点。岳清宗4个伏修，一个金丹7剑修。叶清寒虽然一个人能对付的了，可他想速战速决。周行云和叶清寒都属于年少成名，对于2人之间实力的猜测，也只是外界大体给出的预估。事实上，他从没和周行云交手过，迄今为止，谁也从没见过周行云手中的剑出鞘。周行云装傻，一脸茫然：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叶清寒深吸了口气，声音冷淡：我们合作，你们长明宗总要拿出点诚意来吧。他们这么多剑修，人起手打岳清宗4个伏修，不是简简单单吗？叶鞘看着男主一脸只想赢的模样，摸了摸下巴，发现剧情似乎崩了呀。现在的叶清寒一心只想干翻岳清宗，根本没考虑过4个伏修中还有云雀的吗？小说里问剑宗一路上顺水顺风，第2场云雀也陪着男主一起努力，现在或许是岳清宗第1场被他搅和的倒数缘故，气得宋寒生对着云雀破口大骂，一顿教育，导致云雀没有像原著中那样与叶清寒待在一起。周行云听说他要诚意，立马将叶鞘推了过去。我们长明宗的诚意都在这儿了，剑伏双修呢？小师妹，现在就是长明宗最大的诚意。叶清寒额角却突了突，认为周行云在羞辱自己，眼看男主要被气到暴走了，叶鞘赶紧上前安抚他：别生气，我们帮还不成吗？我们长明宗你还信不过吗？我们都是群老实人。叶清寒这才脸色好看一点，算他们几个人有点眼色。薛于闻言仗着身高优势，将他脑袋一压，2人齐刷刷转身，偷偷摸摸低声商量：真帮问剑宗，你信不信等解决完岳清宗，叶清寒下一个对付的就是我们长明宗。问剑宗人品可都不咋地。叶鞘没事，反正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。薛于宋寒生身份牌不知道被他自己藏在哪儿了，叶鞘觉得多半可能是放在岳清宗唯一的剑修身上，因此对于先打岳清宗剑修这件事，他没有任何的异议。一红一白2宗服饰各站成了一排，宋寒生见状蹙了蹙眉，意识到不太妙，这2宗竟然还能联手。问剑宗不是从来不屑和若宗联手吗？秘境合作都属于1带1的模式，乘风宗单打独斗，而岳清宗和碧水宗达成了交易，他们保护碧水宗，碧水宗则负责提供给他们丹药。布阵很费灵气的，没有丹修不急，他们撑不住太久。叶清寒是想靠明玄留下来的符箓在秘境里顺利点吧。一群没脑子的剑修，不知道一天到晚狂了什么劲儿。苏卓哼了一声，不屑极了。苏卓这话说的，没脑子，不久前还把你们吊起来了呢。叶鞘说谁没脑子呢？不对，叶鞘是2道双修，严格意义上和没脑子的剑修确实不一样。最终观众们下定结论，这个苏卓怕是从没挨过来自叶鞘的毒打。其实如果当初叶鞘留在岳清宗的话，那岳清宗就是2个剑修，5个伏修了哦，毕竟叶鞘1个顶俩呢。是啊，谁会不想要一个2道双修的弟子呢？但凡天赋高一点，完全能1个顶2个。云痕顶着周围若有若无幸灾乐祸的目光，他也后悔了，毕竟一株灵草而已。为了这种小事，确实放走1个弟子得不偿失，但他要面子，因此也只是强撑着诞生道中品灵根而已。就算是2道双修，最后也只是个半吊子。赵长老微微笑：你们那几个全员极品灵根的，上场不还是倒数第1？灵根再高也不影响你们倒数。长老们明嘲暗讽，场内的亲传们也很热闹。宋寒生与叶清寒碰面的瞬间，就感到了一丝丝不太妙。不过他也不慌，在上古战场，他们伏修有场地优势，明玄被淘汰后，现在秘境是他们岳清宗的天下了。叶清寒不和他废话，拎起剑就是干，寒光四起，与阵法接踵而至，强大的灵力波动2道金丹的威压，让叶鞘都有些不适宜的动作滞了一瞬。周行云见此释放出威压，将他覆盖到一起，身上骤然一轻。叶鞘抬头朝周行云笑了下，悄然后退一步，借着几个师兄的身高掩饰住了自己。几乎在2拨人打起来的瞬间，他指尖掐诀，岳清宗的阵法转动了起来，禁锢阵从脚下无声散开，将长明宗的几人齐齐关在了阵法里面。哈，如果我没看错，这阵法是叶鞘自己布的吧？你没看错，他从一到场就开始悄咪咪布阵了，这叫什么？我困我自己。宋寒生看到被困住的长明宗4人，也愣了愣。等等，他没有将叶鞘几人困进去啊？他狐疑看了一眼小师弟，难不成是苏卓丢的禁锢阵？因为阵法图案确实是他们岳清宗的阵法，因此宋寒生和其他几个师弟师妹谁也没怀疑过什么，只当是对方将阵法提前布下了。罪魁祸首叶鞘站在阵法里，望着打起来的2拨人，声音猛地提高：我们出不去了，怎么办啊？谁来救救我们？薛于见这群人打得投入，根本没人理会自己，叶鞘表情一收，迅速观察了下外面的战局，利落盘腿坐下。好了，咱们让他们先打一会儿吧。谁也不知道叶鞘会破阵，他们都以为长明宗是暂时出不来了。2拨人打起来时也彻底毫无顾虑了，飞沙走石，5行阵法。叶鞘等他们消耗的差不多，他在打破阵去收人头。翟晨看着这一幕，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敬畏的嘟囔了句：骚啊！叶鞘坐在阵里面看了好半天的戏，最终得出结论：叶清寒不太行啊，竟然被宋寒生给打的连靠近的机会都没有。2宗人目前都挂了彩，属于谁也奈何不了谁的情况。宋寒生布阵快，叶清寒更干脆，直接以剑破阵。这种法子耗费过于灵气，但眼看秘境还有2天就要结束，
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，不淘汰岳青宗，垫底的就是他们问剑宗。扶修还是厉害的呀。薛瑜将脑袋凑了过去，我决定以后对明玄态度好一点。阵法里什么情况他们都看不到，他们几人完全能坐下来看戏。穆仲熙掏出来了一把瓜子，吃吗？三人纷纷接了过来。毫无心理负担的开始嗑瓜子。这是禁锢阵。叶鞘道，岳青宗阵法的一种，没什么杀伤力，能存留的时间很短，等阵法破了，我们再去帮叶清寒。现在要他们长明宗出力是不可能的，冤大头只能是问剑宗的那5人。宋寒生看着毫无动静的长明宗几人，也觉得奇怪，禁锢阵是个弱阵啊，如果想出来，也不是不能强制性出来，难不成是他们的阵法太强大了？宋寒生没细想，毕竟能拦住长明宗那几个也行，不然他们4个对付2宗亲传，明显也吃力得很。2宗人打得昏天黑地。叶鞘将手里瓜子嗑完后，看着消失的禁锢阵，拍拍手，我们走，先不管后面怎么样，但现在岳青宗必须淘汰。伴随着禁锢阵的消失，宋寒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叶鞘的情况。没办法，这人存在感太强了，尤其是被偷袭的阴影历历在目，导致他总是会习惯性分神多留意叶鞘2眼。周行云叹了口气，慢悠悠截住宋寒生去路，同时偏头看向叶鞘，你和穆仲熙去解决其他2个。宋寒生盯着周行云手里的剑，久违感受到了压迫感，他神色微绷，我认真了。周行云将剑一收，转头就跑，声音淡淡，骗你的。宋寒生，他脸不受控制扭曲了顺，立马追了过去。宋寒生知道周行云难缠，甚至他可能打不过，刚才只是存了些试探对方的意思，结果周行云直接不战而退。周行云闪得快，宋寒生跟得也紧，你是凤我是杀的场面让场外修士大为震惊，不懂就问，这2个亲传玩什么呢？我期待很久他们俩碰面打一架的来着，能做首席弟子。宋寒生在阵法方面造诣不比其他人低，他在合适的地方甚至能与叶清寒打个平手，结果好家伙，人家根本不和他打。叶鞘与苏卓打个照面，心照不宣，谁都没有废话。苏卓指尖符箓翻飞，2张符箓以一种刁钻的方向朝他袭来，叶鞘境界差一截，没能躲过，身上被贴个正着，2张符箓就这么轻易把他定在原地。苏卓心想，不过如此，明明就是个筑基，结果偏偏弄得宋寒生草木皆兵。他在轻易定住叶鞘刚一靠近，想拿走他戒指带，下一秒原本动弹不得的少女忽地抬头，朝他一脚猛地踹了过去。扶修被近身都是群弱鸡，叶鞘一脚当场就把苏卓肋骨都给踢断了，他疼得脸色泛白，惊愕望着叶鞘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动。叶鞘没有半点要解释的意思，拿了2张与苏卓一模一样的符箓贴在他身上，很快从戒指袋翻找出来了苏卓的身份牌，眼看他就要捏碎，苏卓脸色一白，几乎想也不想喊了一声二师姐。他试图打感情牌，妄想唤起叶鞘当初和他们在岳青宗的记忆，叶鞘却不给他逼逼赖赖的机会，动手捏碎和苏卓说再见。他这边刚解决完苏卓，穆仲熙也干掉了岳青宗的剑修。在叶鞘动手之前，这几个月青宗亲传就已经叶清寒他们被消耗了一波了，干涸的灵力根本不足以支撑继续下去，因此解决起来很顺利。叶清寒看着周行云慢悠悠和宋寒生玩起来了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他嘴角抽搐，最终忍无可忍，拎起剑亲自上阵。本来想着能看看周行云的剑法，顺道自己能省省力气，结果叶清寒忘了周行云是个能躺着绝不站着的。面对周行云和叶清寒的围堵，宋寒生一个传送的法诀都没掐出来，便被一剑悄然抵在喉结上。叶清寒冷声问，自己捏还是要我们帮你？确定了就算淘汰也能将排名稳在前3后。宋寒生果断捏了身份牌。岳青宗对第一宗没什么执念，这场比赛也足够证明他们岳青宗了，即使淘汰宋寒生心情也还算可以，他终于一雪前耻了。观众们看得都狠狠提了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岳青宗不愧是集修真界伏修的大宗，厉害。等等，好像还没结束，4个伏修走了3个，如今只剩下1个云雀了。在叶清寒和宋寒生打得正凶时，云雀2边宗的人谁都不想得罪，全程装死的彻底，这种行为把其他长老看得直蹙眉头，没有半点合作精神。云痕到底从哪里找来的弟子？叶鞘注意到了角落的云雀，他毫不犹豫道上围殴他，结果叶清寒主动轻而易举化解了他的剑招。少年手里长剑直指叶鞘，他们问剑宗需要留一个伏修带路，云雀性格温柔，不需要担心会半路反水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至于长明宗那些人，在岳青宗3人被淘汰后，自然也没用了。喂，利用完我们就反水，不太好吧？穆仲熙伸出手笑眯眯推开他的剑，一副格外嚣张的姿态。说好的联手呢？我们不是你的盟友吗？叶清寒语气冷淡，你们蠢，怪得了谁？长明宗的人一向蠢，叶清寒不觉得反水有什么不对。秘境里面比的就是合作和战略。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，金色铁链形成阵法汇聚在半空，周围竖起道无形的屏障，四方阵锁，光芒大盛。熟悉的阵法让几人微微睁大眼。卧槽！楚行之看到头顶的阵法，第一反应就是岳青宗那群小垃圾玩不起，搞偷袭。小师妹看着脚下阵法，蹙眉。可是岳青宗伏修不就一个了吗？那这个阵法谁不下的？难不成明玄还能半路复活了？叶清寒在这一刻倏然意识到自己遗漏了什么。只见他猛地扭头，看到叶鞘正笑眯眯对准他们的方向，手心微微一转，手势比划的正是伏修们布阵时的通用起手势。他慢悠悠吐字：你们蠢，怪得了谁？